为什么现在单位里的风气变了？退休的人大多都是悄无声息的离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会悄无声息的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论好与坏，都与之前产生一些区别。退休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辛辛苦苦一辈子，剩下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那么退休的时间和待遇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退休时间的长短决定了人们的工作的时限，退休待遇决定了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人们都希望退休时间提前，退休待遇更好。在几十年前，退休可是一件大事，不仅周边的同事会送上祝福，就连工作单位也会举办活动欢送同事。也许我们会听到老一辈说过这些事，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当职工去办理离职手续的时候，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更多的是悄无声息的离开。有人对这样的现象表示单位没有了人情味，更多的人却对此漠不关心，对这件的发生感到习以为常，不以为意。为什么现在工作的风气变了呢？退休的人为什么更多的是悄无声息的离开？一、上世纪退休工人的福利待遇。时代的进步发展带来社会的进步，人情关系在大部分工作之中被无限制淡化。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正是我们国家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建设时期。为了推动国家的发展，需要大量工人劳动力到工厂工作。这些工厂都是由国家的承办的，不仅对比外面有着更高的工资，还有着更高的社会地位。在那个年代，成为一名工人是光荣的。劳动最光荣这句话贯穿了他们的工作生涯。现在风光无量的商人在那个年代相对来说社会地位更低，自然工人就受到了其他人的崇拜和喜爱，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在原本的工作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的青春。那时的社会风气相对来说更加保守，人们之间交往少了些弯弯绕绕，更多的是质朴的感情，想法没有那么多。在单位，任何一个员工退休都是一件大事，不仅身边的同事会献上祝福，就连单位都要召开表彰大会，感谢退休员工数十年如一日的付出。在大会上，不仅要表彰员工的付出，还会有领导为这些员工颁奖，有些员工甚至还会被专门的豪车接送，可以说这是他们一辈子最光荣的时刻。在隆重的退休会上，退休职工会变成全场的焦点，相处了很久的同事会围着你一边吃饭和聊天，一起回忆这段时间的相处，这让每一个退休人员感受到了自己被重视，在离开自己的工作了数十年的岗位，也不会感到难受和不安，完美度过到退休生活。除了退休时的待遇，国家在退休人员的福利待遇上做出了保障。虽然当时没有完善的社保体系，但对每一位退休的工人有着完善的退休金制度。依照当时的8级工资制，除了原本的奖金奖励之外，退休人员每月还能获得原本工资的70%到85%，基本能满足每个退休人员的日常生活。退休仪式只是开始，就算正式从岗位上离职，并不意味着员工就和单位没了关系。退休后的工人如果染上了重病，自身无力医治的情况下，只要和之前的单位沟通，在确定情况属实后，单位还会对退休职工进行帮助，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资金和联系医院等。日常的关怀和慰问则更不用多说。如果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单位，逢年过节还会收到单位发放的礼物，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工作带来的人文关怀。员工的子女还能在退休之后进厂接班，可以说解决了工作问题，确保了一家人稳定的收入。就算最后没有进入到单位上班，也可以优先去往医院、学校等地方。当时的人们社交圈子没有那么大，大家所关注的无非就这些事。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所以人情关系十分浓厚。只是这样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迎来的变化，人情关系似乎变得冷淡，大家不再是互相陪伴的同事，而且相处时间较短的过客。2. 现代社会人情关系冷淡。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我们的生活也出现了一些不同。首先是科技的进步，
让人们的社交圈子扩大。人们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在接受信息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家长里短不再是人们的关注的重点。今天的一个热点，明天一个爆点便可彻底占据人们的注意力。其次是工作岗位的变化，原本受人尊敬的工人岗位逐渐不再吃香。工作不论高低贵贱，凡都以收入作为衡量指标，以国家的建设出发为目的的工作变成以完成绩效指标作为目的的工作。人们的选择更加多样化，在任何的岗位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在有些公司眼中，员工只是耗材，只要工作到位，拿到工资就好，根本不需要花费心思去考虑人文关怀这件事。这个员工不行就换下一个，这就会导致每一个员工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不需要相辅相成，而是竞争对手，是需要警惕和提防的对象，大家都卷了起来。所以大家日常聊天的内容更多是工作上的，不会像以往一样会将自己的日常琐事还有家事倾诉出来，大多会用到微信、邮箱等沟通方式。在现代社会，大家会感到无处不在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婚姻、房贷、工作等方方面面，再加上每一个工作岗位内容划分得清清楚楚，所以大家在完成自己的目标后，根本没有能力去涉及到其他方面。在这个趋势下，大家变得冷漠也不是怪事。每一个人的空闲时间已经被工作挤占，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可能还要加班，这时没有任何精力和时间去考虑其他问题，互相吃饭、聊天、唱歌等增加感情的活动无法展开，自然很难建立起新的友谊。况且没有了亲密的人际关系，就算其他人身上发生了任何大事，都不会影响到自己。也许某些领导比较忌讳员工间关系亲密，一旦两个员工关系变得密切，那么很可能让领导产生其他的想法，这样的情况十分常见。当民营企业代替国企之后，会出现许多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工作流动性很大，也许朝夕相处的同伴，第二天就不会再出现在身旁。当连自己都无法稳定下来的时候，人们自然不会敞开心扉去与他人沟通。在多数民营企业的观念中，只要员工到了退休的年纪，就意味着员工没有利用价值，那么公司自然不会花力气去办欢送会，如何用最小的代价送你走才是他们要去做的。职工也没有心思去应付这些琐事，只要流程正确，赔偿没有问题，那么直接离开即可，不需要与任何的陌生人开展交集。现代打工人在这一方面非常务实，与70、80年代的工作相比完全不同，只要能拿到自己想要的，安静的退场就好了。3. 不只是单位变得冷漠，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个情况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事。时代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退休无人关注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以点破面来看，这背后反映出更多的问题。退休时无人关注和退休人员悄无声息的离开，都反映出人们之间变得冷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算是住在对面的10多年的邻居，我们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姓什么，大家只是住在附近的陌生人。前些年大家在网上议论纷纷，觉得社会风气变得浮躁和物质，人们不再追求精神道德，而是对获得利益不择手段。可以说大家都过于现实，所谓的人情关系不值一毛。这样的情况在现在的私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没有人会对随时会走的人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互相配合固然会让自己的工作更加轻松，但也导致一种情况出现，有人今天能够替代你的岗位，明天他就会出现在你的位子上。一旦出现这样的关系，人们的关系怎么样都无法回到原本的起点，大家也不愿意花心思在这个上面，也许明天就要为找工作而感到烦恼。这样的风气已经催生出了一大批自私自利的人，原本诚信合作的良好风气正在逐渐离我们远去，长久下去对社会发展会起到阻碍作用。总之，退休无人问津这件事从多方面来看都不是一件好事，人们变得冷漠，这对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会起到反作用，这也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痛点。
倘若要改善这种情况，也不是动动嘴或者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多方面的长期共同努力。